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随时跟我说，我收拾他。你师姐托我给森林带了她爱吃的点心，我给放在车上了。一会儿散了会，咱俩吃饭。好，我给你倒杯水。秘书长，你们师门的关系一直那么融洽吗？对，上学的时候我把他给惯坏了。我们同门聚会的时候，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看现在，都学会给人家端茶倒水了。看来还是东丽医院锻炼人啊。我先去忙了，老师。秘书长，您喝茶。秘书长，我们上次见面还在杭州啊。哦，对，请坐。您坐，您坐。老师，你今天来新衰分会来干什么？周晓峰啊，他请的我。你呀，就是死倔。我要是不来，我都不知道你被他们欺负成这样了。那个盛年他还真敢，他的导师王直峰那是我师兄啊，你们怎么着也算是间接的同门了吧？周晓峰都跟您说什么了？没说什么，就是说呢，盛主任对乙方要求比较严格。别看周晓峰是个闷葫芦，但他挺聪明，他知道给我打电话，有些话呢，也不用说的那么清楚。我当然知道他叫我来干什么来了。路是我自己选的嘛，我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也得坚持走下去。他给您打电话干什么呀？我还整得让我觉得挺对不起的，让您操心了。你还跟我见什么外啊？那就是孙悟空西天取经遇到打不过的妖怪，是不是也得去天上摇俩神仙下来啊？所以说找老师不丢人。再说了，你蒋老师在盛年前边，是不是也得有点面子啊？是。哎，森林怎么样啊？挺好的，最近还长高了呢。是吗？我知道呀，带森林啊很辛苦，我也希望你能好好的照顾自己。好，知道了。我听说隔壁东江大学的武教授，他一直在做基因编辑方面的研究，针对的方向就是心肌病。据说他发现了一种转染效率非常高的纳米颗粒，特异性也很好。真的吗？我听武教授他们那边已经进入了小动物实验阶段了。如果这个研究一直往前推进的话，对森林的病有可能是个突破。就是有点可惜，武教授身体不太好。我听说他们那个项目一直在招募合作伙伴，要不你去打听打听？真的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啊！是啊，所以我第一时间过来找你。从无到有真的很难，就像你哥说的，就好像徒手推大卡车一样。那现在有人帮咱们把大卡车的活给启动了，咱们沿着他们的轨迹再推一把，是不是就容易多了？对，眼下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武教授那边我抓紧联系一下，看看他的时间，咱们见一面聊聊。好，越早越好，别被别人抢了去。我也认真拜读您的文章了，您发现的纳米颗粒现在是可以实现比较精准的递送，是吗？我们初步在小白鼠身上的测试啊，效果看起来是乐观的，不过目前还远远不能下结论，还需要进一步的仔细的研究才行。不过很遗憾，半个月前啊，我查出来是胰腺癌晚期了，中位生存期呢，半年到1年。我是非常的希望有人来接手完成我完成不了的工作。不过这条路啊，会比你们想象的要艰辛得多。你们3位都是年轻有为啊，何必来这吃苦呢？吴教授，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来找您的。我们已经看到太多心肌病患者，
走向终末期心衰，没有心脏移植或者安装人工心脏的条件。身为医生，我们真的很痛恨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吴教授，我有个孩子，今年5岁了，在他2岁多的时候，确诊了限制性心肌病，就是基因突变导致的，所以我是有私心的。但是请您一定要相信我的动力跟诚意，还有我们的诚信。还有我们心外科的一个同事，他爸爸、哥哥、侄子都是扩张型心肌病走的。他本人是不完全外显的单基因遗传，也做过测试，是携带致病基因，是一个天才型的外科医生。心外，姓林的，对，曹教授的学生。对，他们家的事儿我们都有所耳闻。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科研人员上下求索，其实就是希望能够从源头遏制住这种悲剧。其实我不怀疑你们的诚意，不过我必须得跟你们说实话啊，这个项目啊推进到今天，经费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只能重新立项。那就不光是需要人手，还要找地方，还要找钱。我建议你们再好好想想，咱们都不必急着做决定。第一步，先向咱们医院申请，得到批准。这种系列课题的延续，应该比新开一个要容易一些。对，这个交给我。听说咱们医院的实验室特别抢手，很多人去申请，符合标准的还要提前排队。我去打探一下。我也出去多方打探打探，看看有没有企业愿意资助一下。至于实验室，其实社会上有很多研究机构愿意租实验室出来的。我得先回医院了。走了。慢点儿啊！我看他心里还是想着林毅，眼神是骗不了人的，对吧？周主任，做好事不留名啊。什么意思？简老师都跟我说了。哦，多亏了你啊，盛主任这2天没再找我麻烦。那还不是靠你蒋老师的面子。还是周主任深谋远虑，前途无量，用不了多久就要成为我们这些小的们遮风挡雨的大佬了，能帮我们撑场面。你好，请问是新内小旋风吗？能跟你合个影吗？我们都特别喜欢你。关注了你的账号的。好呀，当然好了，谢谢。我们来做那个手势。好，录视频啊！1、2、3，开始。OK， 谢谢，我妈妈也特别喜欢你。记得更新哦。谢谢，拜拜。妈妈粉，很厉害呀！哎，你火了，不会把我给忘了吧？走啦。注意安全啊。小旋风，谢谢啊。你说你一个大主任，干嘛非跟一个销售过不去？我没有啊，我就是让他送送耗材、跟跟台，我没怎么着他。你要没怎么他，蒋薇会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吗？我这个师妹啊，是出了名的护犊子，你招惹她干嘛呀？就这么点事儿，值得他给您打个电话吗？我还真得提醒你啊，少掺和这些烂事儿，小不忍则乱大谋。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精力啊放在重要的事情上。俗话说，将军赶路不追小兔。前一段时间，你这个镶嵌手术做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你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把心外科再提升一下它的影响力。邢老师知道了，我会注意的。准备除颤。知道。右三眉2颗镜片。右三眉2颗镜片。低钾和低镁很有可能跟电解质有关，想办法调整一下。QT 间期延长，有给他用过阿奇美素吗？没有。所有可能诱发 QT 间期延长的药物都没有用，有没有可能跟他心脏外伤还有手术打击有关系？有可能，再看看。又失速了，除颤仪，除颤仪，快！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从他目前的症状和心电图来看，大概率是长 QT 综合症，简称 LQTS， 心脏电活动异常导致的心律失常。以前也没听说过他心脏不舒服，体检也正常。哎，会不会是这次受伤弄的？大概率和外伤没有关系。他之前有晕厥过吗？啊，晕过。他在大学期间晕倒过2次。但是校医说是低血糖。对，他可能随我也低血糖。你也晕倒过啊？啊，就那个，上个月，我晚上起夜的时候，可能起猛了，然后咕咚一下就栽在地上了。后来我自己缓过来的。我们是建议给他做一个基因检测，父母还有哥哥最好都一起做一下。长 QT 综合症是和基因突变相关的，所以您最好也去心内科挂个号检查一下。这种心律失常的发生，有的人是在运动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有的人是在睡觉的时候，甚至是噪音导致的。像依依这2次昏厥，就是因为突然有声响。那医生，您是说，这个病它是先天的？不一定，有的人是先天的，有的人是可能电解质紊乱或者药物导致的，这个需要做检查才能明确。叶一家属，你怎么了？杜医生，我刚刚在网上查了一下，没事。依依这个病，是不是还挺严重的？哦，这个病如果你现在开始规范治疗，预后效果还是不错的。别太焦虑。那这个病是会遗传的，对吧？是有这个概率。如果你们未来要孩子的话，即使他这个病是基因突变造成的，你也可以尝试3代试管婴儿，基本上是不会影响下一代健康的。是吗？我们本来还打算今年国庆结婚，
谢杜医生。丁主任，你要看到什么时候？主任，这一看就准备放弃了。跟你有什么关系？还3代试管婴儿，你很懂吗？不是主任，我觉得基因这个问题它没有那么绝对。你看现在技术发展的这么快，说不一定哪天就被攻克了。你去攻克？我不行吗？方老师可以啊。方老师跟小峰主任为了基因这个课题，腿都快跑断了。你不知道？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你是动力帮我打听吗？护士长。啊，林主任。这个东西麻烦您交给方医生。没问题。重症科培训报名回执，他去年就报了名，今年总算是上了。去年什么时候？去年10月份啊，不知道什么原因错过了。护士长。还是我去交给他吧。谢谢。不客气。你有一份快递寄家里了。哦，谢谢。要去重症 ICU 参加培训。对。护士长说你去年就有一次机会，但错过了。我当时太忙了，然后就没顾上。当时小瑞装了 CRTD， 我到处飞刀。是你一直在照顾他，我从来不知道，原来你牺牲了那么多。都过去了，谢了。回头我会把地址改掉的。怎么又冒出来个长 QT？ 明明之前体检都很正常的。正常体检也查不了那么细。汤雨瑶，我们分手吧。你家里人本来就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你一个大家庭的独生子，被我留在东江，你爸妈还有奶奶一直都很不满。现在我又查出来这种病，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我不想拖累你。咱们好聚好散吧。说完了吗？你呀，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要胡思乱想，先把身体养好。我没有胡思乱想，我是认真的。糖糖，带有亏欠感的感情，就像是一艘纸船，就算你再小心翼翼，
他也经不起一点风浪。我不想我们的感情中有这么沉重的东西。依依，我从来没想过分手。趁一切还来得及，你走吧。跟你在一起的这2年，我很开心。谢谢你。不接就别打了。这孩子怎么不见了呀？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他能出什么事儿？嫌弃咱家依依病了呗，打退堂鼓了。糖糖是个厚道孩子，他不会这样的。患难见真情，患难了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真心。行了行了，别打了。你们听说了吗？燕依依的男朋友消失了。是啊，消失了。哎，这人性终究是经不起考验的。也不用这么悲观。我认为这个事情啊，你得分在哪个立场、什么角度去看。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和选择，都能被理解。你想，毕竟 LQTS 这不是小事情，关系到一辈子，甚至会影响到下一代。再者说，那孩子才多大，20多岁，多年轻啊！自古以来啊，爱情这东西就是最脆弱。我同意。哎，东哥，这个我就不同意了。那只能说明他们爱得不够深。但我听说是叶依依先提的分手，那她消失不挺正常的？那怪不得你单身。有时候说分手，他不一定真的想分手呀，对吧？那万一只是伤心了、难过了呢？等着你去安慰啊！你至少再怎么也得争取争取啊，对吧？情感的打击对他的恢复还是有一定影响。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得到家人的鼓励和支持。我们家依依怎么这么难呢？医生，我问一下，这个哪里举签啊？这边您跟我来。你谁呀？你怎么进来的？这里不能进，快出去！不是。哎，你别跑了，看有人闯进来了，快出去！哎，你站住！莲姐，你听说了吗？GICU 进贼了。哎，进什么贼呀？闹了个乌龙。哎，我听贝贝姐说了，是那个燕依依的哥哥。
哎，你们说这人也真是够奇怪的啊！这大白天的，好好的探视，哎，他不去，非得等这大半夜的，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偷偷溜进去。我听说这 GICU 上来了好几个男医生，才把他给摁住了，以为是闹贼了呢。我去，还有这种事儿呢？哎，他是不是还是想见他妹妹的？哎呀，应该是吧。可是医生怎么问他都不说，所以啊，就只能把他送出去了。哎，你好，我问一下，六楼怎么走？你进过那个监护室吗？嗯。那里边是什么样的呀？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快回去休息，回去休息。我回去了啊，有事叫我们啊。好。咽着劲儿。稍等一下。喂，哎，小医生，现在可以吗？现在可以啊。他睡着了。西药用的。他现在一切都平稳，不用太担心了。睡前还跟我说想哥哥了。快挂了吧，别打扰他休息。小医生，谢谢你啊，那我先挂了。行，没事。苏医生，吵醒你啦？睡太久了，时差都乱了。你还好吗？我4岁的时候得了重病，再生障碍性贫血。妹妹是为了给我做同胞配型而出生的，她把脐带血移植给了我，我才活了下来。依依很聪明，学习好，性格也好，不像我，从一出生就成了全家人的累赘，花钱治病，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我。他们把所有的重心和关注都给了我，凶不得，骂不得。就像这次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也没有一个人会怪我。我懂事之后才知道，我的出生是因为哥哥，所以他心里对我有很多亏欠。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让我和他的关系能像普通兄妹那样，偶尔互损几句，开开玩笑。
但这次意外又让一切回到了原点。你看，他到现在都不肯来看我。我想见他呀，但我不想让他见到我。我只想偷偷进去远远看看他。他明明已经很疼了，明明是我亲手伤害了他。我不想让他在我面前都假装坚强，说他没事儿，他很好。他不生我的气。你想太多了。就在你坐的这个地方，我自杀过。因为那个时候，我失去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我忘记说话呀。这样，你坐我这个。来，给我媳妇儿系上。世界上除了生死，真的没什么大事，真的没有。你说的这些都不是事儿。你很幸运，你知道吗？因为你的妹妹还活着，你的家人也都在身边，我很羡慕你。有人跟我说过，你想见的人就应该赶紧去见，别管他是哭着是笑着。去见见他吧。我太知道我哥背负的有多沉重，我也知道我以前的努力有多辛苦，所以我不想我跟糖糖也陷入到那样的关系。就这样吧，也挺好的。理解，不要给自己太重的包袱。无论是你的身体，还是你哥哥的心，都会一点一点好起来的。他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用他的方式在关注着你呢。像这样吗？现在开始探视，请家属做好防护，有序进入。妈，我想去看依依。
依依在11床那边。我讨厌你，怎么现在才过来？站着干嘛？快过来啊！你别动了。疼吗？嗯，但肯定没有你对我心疼。你快别站着，你快坐。我没事儿，哥，快坐。你放心，我这2天感觉好多了，你别担心我，也让爸妈别担心我。燕小二过几天又是一条好汉。都这样了还淘气。我其实一直在外面，没有勇气进来看你。我知道你在外面。我最喜欢的西湖牛肉羹，没有一点木耳丝，一看就知道是私人定制。今天也带了，吃点。好。怎么了？之前都是糖糖拿给我的。别伤心啊，哥，我们分手了，他走了。等下我就去找他。你别，是我提的分手。我就是有点难过，你让我哭一会儿就好了。目前看来治疗效果很不错，血栓都已经消失了。主要是你这次很配合，叶医生还有其他护士都夸你呢。我这次要争当模范患者的。接下来要解决就是你房疝的问题，那个我们就需要用到导管射频消融术，好让你的心脏恢复正常的节律。但是考虑到你之前已经发生过血栓，而且这一次的头颅 MRA 也发现了一个3毫米的颅内动脉瘤。这个动脉瘤，神内的医生说因为很小，观察就行了。对，动脉瘤本身不需要立刻处理，但是因为它的存在，如果你长期服用抗凝药的话，就会有风险。所以这一次我打算给你安排房疝射频消融加上左心耳封堵的一站式手术。房疝我知道，左心耳是。如果把心脏比喻成一座房子，那左心耳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小隔间。但是这个小隔间的形状呢是很不规则的，因而房疝发生的时候呢，左心耳内的血流就会很缓慢，就更容易形成血栓及左心耳血栓。这种血栓呢往往比较大，脱落之后呢会被你心脏的血流冲进你的主动脉，堵住你的脑血管，你就会脑梗；堵住你的心血管，你就会心梗。所以之前我脑梗是因为这个。对的。其中周主任要给你做的左心耳封堵术呢，其实就是用个封堵散把这个左心耳给它封闭，也就是把这个小隔间呢给堵住，从而呢阻挡血栓再次从洞中跑出来，防止你再次脑卒中。
那这次手术就是一次性可以解决我的2个问题。小龚主任，你太牛了。我在哪儿签字？你没有其他问题要问吗？我没有啊，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相信你。要是每一个患者都像你一样有依从性和信任度，那我们的工作就会顺利很多。乔叶医生，我没有依从性的时候，你是没见到。应该给模范患者送朵小红花。谢谢。小薇，待会儿郭主任会先给你完成射频消融术，然后再换我来进行左心耳封堵。我全程都在。好，放心吧，没事儿。郭主任，郭主任，心房40，体重52，耗材就麻烦你注意一下。明白，放心吧。多少次抉择，不过是在兑现一场梦。当初的执着，像一首还没唱完的歌。我回来看看世界，还有多少善恶在焦灼。你在哪儿，我就知道，风雨只是经过。栀子的心跳，从来不曾示弱，一双双手缝合在破碎的心河。那数过的伤口，触摸过的黑暗，还是我们哭过，去世就要微笑着。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棱角留在最后顽固的紧握。你光划破黑夜，我想总有一个你会治愈我。最怕的不是路太远，是忘了为何活。栀子的心跳从来没有如果，一双双手缝合在坠落的花火，用全力去拼搏，才听懂那脉搏，来使我们颠簸，去使命运都开阔。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拥抱留到最后，也不染尘垢。世界再多路口，我想总有一个你会并肩走。新的故事要说。